传说徐福奉秦始皇命令东渡，于是有了如今的日本。而在明朝，有一个迷你版徐福 2.0 的故事，一个明朝官员出使岛国，竟在那边做了国王，才有如今的文莱。文莱这个东南亚小国虽然存在感低，但闷声发大财，人均 GDP 仅次于日韩和阿联酋，位列亚洲第5。而在古代，它被称作婆罗洲，与朱元璋的明朝关系深厚。今天就来讲讲文莱建国的故事。提到文莱和中国，就不得不说起一个叫做黄森平的明朝官员。黄森平1339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，他出生时的名字还叫黄元寿。出生书香门第的黄元寿，从小便熟读四书五经，是一位优秀的小镇做题家。认识他的大人们都会说一句：“此子前途无量。”但是很不幸，黄元寿生长的年代正是元末明初的乱世，群雄并起，各方势力割据。黄元寿意识到当做题家没前途，于是毅然投笔从戎。幸运的是，黄元寿慧眼识珠，给自己挑了个好老板，正是日后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。因为黄元寿跟随朱元璋立下了赫赫功劳，所以朱元璋格外重视黄元寿。当时黄元寿在中国南海森平滩剿匪抗倭立下了显著的功劳，朱元璋于是赐名黄森平。在大明朝建立后，黄森平一直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作战，后又被朱元璋给派去了云南腾冲守护边界。因为腾冲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黄森平在朱元璋的示意下，用重兵镇守腾冲，并在这里建造了石头城。黄森平骁勇善战，在云南屡获奇功，被升为云南永昌腾冲卫总兵。恰逢这时候，朱元璋听说在东南方有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，那个国家遍地黄金，财富无数。刚好黄森平又在云南戍边，朱元璋便令黄森平出使去寻找宝藏。黄森平其实并不想听从朱元璋的命令，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福建人，去云南已经算得上远征了，如今还要去更遥远的婆罗洲，便萌生了退意。何况他此刻已经名利双收，一辈子奋斗到今天的地步已经够了，实在不想再努力了。然而皇命难违，即使黄森平内心有诸多不愿，但他却只能带着部队和家人往婆罗洲前行。黄森平在这一路上并不安稳，堪称唐玄奘的9981难。那时正逢缅甸战乱，为了躲避战争的祸害，黄森平只能带着家人和士兵在海面上四处躲藏。然而在黄森平即将抵达婆罗洲，也就是如今的加里曼丹岛时，他们一行人不幸遇见了海啸。面对天灾，黄森平一行人无力抵抗，这个船队遭到了灭顶之灾，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包括黄森平在内的寥寥几人。黄森平登陆的地方位于东加里曼丹的一条大河河口，船上的人即使活了下来，也都是折胳膊断腿的状态。后来迁移到这里的人将这个河口称为支那巴唐岸河，意思是中国人断手之河。因为同行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黄森平自然无法完成朱元璋安排的寻宝任务。若此时回去，没有完成任务的他肯定会因此获罪。加上朱元璋此时在国内大开杀戒，有功之臣纷纷被找由头清算，能平安退休的是少数，绝大多数都被灭门了。黄森平很害怕自己若回去，会被朱元璋以此为由抓到把柄，将自己的九族斩杀。思考再三，黄森平决定先在此地驻扎下来，而命运的齿轮也在此时开始了转动。黄森平自己都没有料到，他在断手河流域的势力居然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。黄森平来到断手河时，首先还是决定开展自己的淘金工作，但当时断手河流域的环境条件格外艰苦，还停留在最原始的钻木取火。最棘手的是附近生活的土著番人，几次三番和黄森平一行人发生冲突。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黄森平也察觉到不行，于是运用老祖宗的智慧，发挥华人武德充沛且讲究仁义道德的特点，制定2条策略：一是武装自己的队伍，有实力才有话语权；二是发展外交，和当地的番人搞好关系。老话说民畏其威，而怀其德，莫能勿从。意思是既要用实力让人畏惧，又要用仁德使人铭记，这样民众无不跟随于你。
黄森平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，他很快就带领当地华人在断手河流域飞速发展，威名也在断手河流域传了出去，当地的番人也开始惧怕起黄森平一行人。当地华人按照故乡的叫法，依旧称黄森平为总兵，而当地的番人则是称呼他为拉格，也就是王的意思。虽然黄森平并不认为自己是王，但也可见他在当地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华人政权，拥有足以威慑当地番人的强大力量。因为黄森平骨子里的仗义和乐于助人，他拥有强大实力后，并没有想去吞并周围的番人部落。相反，黄森平一直在和周围的邻国部落搞好关系。当时的东南亚有一个叫做伯尼国的小国，就是如今文莱的前身。当时的伯尼国力弱小，经常受到周围国家如印尼、苏禄之类的打压。伯尼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伯尼国国王想到了对外求助，便很快找上了黄森平，希望他能够帮助伯尼国解决面前的危机。为了能够和黄森平搭上关系，伯尼国国王还主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黄森平。伯尼国国王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层姻亲关系，让黄森平真心实意帮助伯尼国，而且伯尼国国王还许诺黄森平，若是能够解决伯尼国的外忧内患，他许诺自己可以和黄森平一起管理国家，双王共治。伯尼国国王将黄森平设立为伯尼国的麻纳惹加纳，这个地位通俗易懂来讲就是并肩王。黄森平没有理由拒绝伯尼国国王的请求，很快便和伯尼国结成了同盟。在同盟期间，黄森平带着他的军队屡次击败想要进攻伯尼国的印尼、苏禄等敌国。在黄森平的手下，伯尼国很快便止住了亡国之势，而且还越发强大了起来。伯尼国国王发觉黄森平十分骁勇善战，更是不能让这个宝贝与自家为敌。为了能够巩固黄森平和伯尼国之间的关系，伯尼国国王还让自己的亲弟弟娶了黄森平的妹妹黄远丽。黄远丽还获得了中国断手河公主的称号，虽然这个称号不怎么好听就是了。在这期间，明朝太祖皇帝还再次派了使臣来到伯尼国。伯尼国国王从中窥探到了明朝强大的国力，因此更加信任从明朝来的黄森平一行人的华人政权。在伯尼国国王和黄森平合作的此后30年里，黄森平一系开始世代与伯尼国王室联姻。黄森平本人也成为了一个重臣，有着显赫的地位，甚至不亚于伯尼国国王。黄森平对华人和外国甚至直接以伯尼国国王自称。在黄森平与伯尼国国王合作期间，黄森平曾经下令用几十艘大船载着石头沉入河口，将大船填土作为地基，之后更是建造了石墙和堡垒。这个石堡时至今日依旧能够在加奥朗和射门2个岛屿之间看见遗迹。虽然黄森平在海外已经称王，但他心里始终有一道米酒的遗憾。华人一直都有落叶归根的思想，黄森平也不例外，并且这种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浓烈。在黄森平的心中，他依旧是一个中国人。在伯尼国的时候，黄森平经常站在岸边隔海眺望遥远的明朝故国。黄森平有生之年的愿望便是能够再次回到故土去走一走。1408年，已经69岁的黄森平还是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，回国一趟。黄森平将妹妹黄远丽留在伯尼国，让妹妹接替自己镇守伯尼国。而黄森平本人则是借着伯尼国并肩王的身份，带着150名部下和亲属乘船来到中国朝贡。此时的明朝皇帝已经换成了朱棣，朱老四一向热衷拓土开疆，对黄森平的到来自然十分欢迎。朱棣还特地下令，要求黄森平一行人路过的每个府县都要好好款待他们，将他们视为贵宾。当黄森平一行人来到南京后，朱棣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仪式，还赠给了伯尼国王室、使臣等厚重的礼物。黄森平一行人在南京的花费都由明朝来负担，属实是让人羡慕的公款旅游了。黄森平在南京逗留了数月，故土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流连忘返。然而他在伯尼国当地已经成家立业，结婚生子，故国当然是家，可那异乡如今对他来说也是家了。在下定决心后，黄森平只能不舍得准备离开故土。
然而，或许是一路上的舟车劳顿，让本就年迈的黄森平没能踏上回到伯尼国的道路。在同年10月，他还未正式起行的时候，就因突发疾病去世了。在去世前，黄森平对朱棣提出了3个请求：一是将伯尼国和断手河流域他拥有的土地归为中华版图；二是请求加封东南亚最高山为伯尼国的镇山。黄森平希望朱棣能够赐以美名，让山永镇东亚大地。黄森平的最后一个希望是托体魄于中华，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安葬在中华大地上，以便落叶归根。得知黄森平的死讯后，朱棣十分悲伤，按照黄森平的遗嘱，用中国的王礼将他葬在了南京城外。因此，黄森平也成为了唯一葬在中国的文莱国王，也是唯一一位葬在南京的外国国王。黄森平入土后，朱棣安排了专人为其守护陵墓，春秋2季还有人来祭扫。在朱棣之后，明朝历代皇帝都和伯尼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，还会定期维护修缮黄森平的墓葬。而伯尼国因黄森平的原因，对明朝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。故事本该在这里有个圆满的结局，但不出意外的话是会出意外的。明中期以后，明朝实施海禁，片藩不得出海，连黄森平拱手送上来的土地，明朝都不再要了。而在明朝之后继承法统的清朝，更不会在意一个东南亚上的岛国。中国力量从南洋退出后，伯尼国不再向中国进贡。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，血腥而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。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了这片土地，并将之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。伯尼国就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，国号也改成了文莱。那黄森平的后人们此时怎么样了？据文献记载，黄森平有2个女儿嫁给了伯尼国的第2苏丹阿合曼。在阿合曼时代，黄森平的儿子黄克孙继承了王位，成为了伯尼国的国王。之后，文莱国王按照黄克孙男性血脉世代传递。在文莱民间，一直有着王室奉黄森平为始祖的说法流传。在如今的文莱首都，依旧可以见到以黄森平名字命名的路，而且文莱国家博物馆之中还保存着黄森平的遗物。而文莱王室在不同场合中也对黄森平有着极其正面的评价，并且文莱王室还将黄森平列入了文莱王室世系图之中。在文化上，文莱也受到了很多华人的影响。文莱的中文教育延续了很久，如果去文莱旅游，在语言沟通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文莱的明星吴尊在内地娱乐圈也有很高的知名度。现在的文莱凭借着石油和天然气产业，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谁能想到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位明朝官员奉命出使东南亚。